了盆，很贵耶。好，就这样吧，就这样，感觉会倒。这是新买的盆，这也是新买的盆。我们家的前面现在长这样，我觉得挺好看的，就是门口的样子。So cute。这一次黑五我没有特别买什么，就是买了一大堆植物，然后买了一整箱才$30，包括这一盆、这一盆，还有这个多肉，它已经被我分家了，所以还有一些在室内，还有那个花，这个不是这之前买的。然后这是路上捡的多肉，这是朋友送的鸡蛋花，它这一次开花开超多超漂亮的。然后那30块的，还有包括这一株也是，点点也好美哦。一开门就看到这个，其实心情会不错。然后窗台也放了2个，应该就是太阳下山就会收回去的。然后那一盆也是，这盆也是，这盆是我们目前买到在那一间买比较贵的了，这个都是新的。然后这个是其中一盆的花，超美的hydrangea。把它花剪下来，放一些叶子就很好看，就是这样。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你这次黑五买的什么礼物？不要啊，好吧？那你可以指一下你旁边那一株嘛，就是插水的那一株。对，那一株也是新的。旁边那一株是水根种出来的，它的本体已经死了，那个很可爱，这个叫 fishbone。然后这一株也是新的，我觉得真的很棒，就是让整个家里看起来就是很有植物园的感觉。这是9万给我的，这株也是在那一箱30块里面，它只剩下一个，另外一个应该是被老板剪掉的，它好像有产生一些汁液在上面。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分家的。听说香蕉皮泡在水里面就会有什么肥磷肥，然后就会帮助它长根。这次会来试试看，因为家里刚好有香蕉。我们家的阳台就是那个 hydrangea 的盆，这盆也是包在那一盒$30里面的。还有这个是原本在这里的，然后我看网络上就有人介绍怎么把它变成一大盆，就是让它比较茂盛的感觉。所以我把它本来有3小盆，我把它变成2盆之后，现在变成这样一大盆，希望它可以在外面吸收一些日月精华之后比较茂盛，我再把它拿进来挂。这盆是搬到这里之后新买的第一盆植物，然后搬来之后它已经长了一片新叶子了，而且长得挺好的。开心。这盆是之前住在学校宿舍的时候，好几年前了，这应该是目前的元老级植物了。然后这个也是我目前救活的母体本体当中唯一仅存的几根叶子了，希望它可以好好的长根。再来就是窗户的这几盆 spider plants， 还有这盆是9月那时候给我的时候，大概是说不定有6年前了。他给我的时候只有2片叶子，然后现在已经变成这样一整盆了，就给它时间了，还有一些阳光。这一盆也是在那个30块的箱子里面的，状况没有说特别好，但是希望它可以持续长大。这样看出去门口就是也很 OK， 可爱，不明所以的包含在那个30块的盆箱子里面的其中这一盆，其实我蛮喜欢这种大叶子的感觉，就是长高高的那种大叶子。后来回家之后才发现它是甘蔗，觉得蛮好笑的，就莫名其妙买了夏威夷甘蔗回家，也不知道能不能收成。然后这一株是本来就有的，回来的时候它是小盆，这一根还没有冒出来，然后回来之后我换到大盆，它长出新叶子，还有冒了一个新的芽。然后这个也是之前的，这都是同一个卖家，那个卖家真的处理的蛮好的，虽然说状况没有说挺好，但他们家的植物就是可以活得比一般那种 Home Depot 还要久。然后我在尝试让它长水根，就是这样家的植物。真的 snake plant， 这一个我跟朋友一起买的，3盆20块吧。对，3盆20块，我觉得挺划算的。希望它可以净化我的空气，因为看起来整个房间就绿油油的，我觉得挺好的。听说如果处理的好的话，你就一节一节剪下来，它就会自己生根，但就是会需要好几年的时间。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家所有的植物。这个应该晒完太阳了，要把它拿回房间来。这里，짠，这个是放在卧房的这里。짠，大概就是这样。早安啊，大家！今天是12月1号，我其实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要做 Vlogmas，but I think I'm gonna do a little bit of it and see how it goes.
如果有一天没一天的，也请原谅我。最近有很多新的事情要处理，等事情告一段落之后，我觉得我应该可以好好跟大家总结一下，说明一下。就是我已经努力收集了一些 clip， 如果到时候真的想要剪接的话，就是还是有东西可以放给大家。倒车很烂。噔噔噔，抵达。最近有什么要更新的呢？没有，一如往常。每次朋友问或是家人问，想说哦最近有什么新消息吗？都是没有，365天都长一样。哦，等一下还要去上 Pilates， 然后我有时候会忘记在包包放一个那个零食。我上完 Pilates 的时候就会头很晕，所以我决定拿一大把放在车上，里面有口香糖、一些铜板跟车子芳香剂，就放在里面，然后就要开始主妇的一天了，要回去做一些家事。到家了，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在看的2个东西。《无间道》不知道为什么萧亚轩在封面，他的戏份其实蛮少的，就是因为朋友想看，所以我就在图书馆借到了。这一本我第1章都还没有看完，我就受不了了，它跟我的个性有点不合的感觉。看一下那个用字遣词，就会觉得我想要给他机会，我很想要撑过第1章，但就是没办法。Sorry， 所以这2个东西也要找时间回图书馆去还。我想哦，这么巧，那是提醒我要算塔罗牌了。每天早上9点35分都要练习一道题目。我要讲什么？哦，最近的一个新体悟，在30分钟后就要再准备出门了。我最近有一些想法，然后这个起因全部都是来自于社群媒体有太多内容想要占据你的时间。虽然说大脑可以得到适度的放松，但是就是有太多内容会让你不禁感到压力，是一种比较的心情。当然也不是那些创作者故意的，但就是会有一些压力。然后说到这个创作者，就是现在有太多的网红了，然后我突然就不是很想要变成大家的那一份子。26、27吧，就感恩节那一阵子的时候，就 over consume social media， 所以反正就是想要花点时间反省自己，在过去的时候有没有同样的行为。想说等一下就要出门去运动了，要去看医生。今天走的是一个蓝色小精灵全身蓝的路线，出发。超级快结束了 ，Let's go。肚子有点饿，等一下吃一吃，休息一下，可能要拍个 before after 的那个改造内容，就要去上皮拉提斯了。刚去上了一个厕所，然后回来就收到信说皮拉提斯被取消了。我觉得应该是老师感冒之类的，然后没有人可以代课。好哦，继续剪影片。我应该要去热个午餐了。中午做个培根蛋饼，外面在施工。突然不用去上皮拉提斯，好像很轻松，就多了一些比较悠闲的感觉，所以做了一个比较大份的午餐。等一下还有点心。9元烤的饼干，我觉得台湾的口味跟墨西哥人的口味有点相近，就连这个蛋饼，我用taco饼皮来做都觉得蛮适合的。想说来泡个咖啡，刚好把这个用完了，所以就换了一罐新的，超好闻的。我觉得我要回去再囤一罐，真的超香的。嗨，现在已经晚上5点了，等一下要去接 Sam 下班，回来的路上应该会去领个药，今天大概就这样了。希望大家的12月1号都是平安度过了，谢谢大家收看，我们明天没有意外的话，明天见喽，拜拜。